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世金说频道。ChatGPT 是最近由 OpenAI 发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有的朋友们可能听说了，那么这个 ChatGPT 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呢？朋友们借助这个工具可以更好的去做哪些事情呢？现在的 ChatGPT 已经可以通过接收人类发出的文字或语音指令来实现 AI 编程、AI 绘画、AI 撰写方案和广告等功能，可以说是谷歌搜索之外的另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因为我们的兴趣还是在于诗歌和历史方面，所以出于好奇，我也尝试了一下，让 ChatGPT 做了一首关于描写美好景色的诗歌。我的文字指令刚刚提交， ChatGPT 的诗就写出来了，并且写的还挺有意思，速度真的是很快。下面我来给朋友们读一读这首机器人写的诗啊。柳绿桃红争春色，风轻云淡千重烟。清波秋月碧，浩瀚江湖宽。其实啊，要论到写诗快，那么古代的一些诗人真的可以称得上是 ChatGPT 般的速度达人呢。接下来的视频，世琴会为朋友们分享作诗速度特别快的几位诗人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说到古往今来作诗谁最快，大家可能都会首先想到曹植7步成诗的故事。但是很多人或许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曹植是不是真的写过7步诗？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7步诗的出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中记载，魏文帝曾命令东阿王曹植在7步之内做出一首诗。曹植应声便做出一首。他说道：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与《三国演义》中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版本略有不同。实际上这一首才是罗贯中2次创作的出处和蓝本。曹丕听了这首感叹手足相残的诗之后，念及同胞兄弟之情，心中感到非常的惭愧，于是不再逼迫他。那么曹丕到底有没有让曹植做过7步诗呢？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黄杰本着不录传讹、误人、存疑、复增、段落不完的原则所著的《曹子建诗注》之中得到一些启发。《曹子建诗注》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作品71篇。世琴从头到尾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首7步诗，并且在史书之中也没有关于曹植7步成诗的记载。因此曹植是否曾做过7步诗，其实是一个未解之谜。《世说新语》是小说题材，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其中所载7步成诗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后人所杜撰。虽然7步诗不一定是曹植所写，但是曹植吟诗作赋的速度却是毋庸置疑的。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何以见得呢？其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植挥笔而就的一个名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曹植的名作《铜雀台赋》。这篇《铜雀台赋》确实是曹植在曹操和众人的面前即时创作的，并且于史有据，记录在《三国志·魏志》19卷中。史书里面记录的是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曹植10几岁的时候就能熟练背诵《诗经》和《论语》，
并且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有一次，他的父亲曹操无意中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感觉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但是他不相信是儿子曹植所写的。于是曹操质疑地问道：“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不会是让别人代写的吧？”曹植当即回答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何必敬人？”意思是说，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思想的言论，奋笔疾书就可以写出文章。如果不相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写文章何必借助于他人之手呢？正好那个时候，铜雀台刚刚建成，于是曹操带着他的儿子们登上了铜雀台，让他们每个人都写一篇诗赋。曹植原笔立成，很快就写好了，而且文章词采华美，甚为可观。曹操从此对这个儿子大加青睐，甚至几度想要将大魏传给他。如果不是因为他饮酒不节，过于任情放纵，或许历史就要改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篇曹植挥笔而就的《铜雀台赋》吧。从明后而西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见高门之嵯峨兮，扶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冠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元既立兮，家苑得而获成。扬人化于宇内兮，尽肃公于上京。惟桓文之为圣兮，岂足方乎圣明。修以美矣，惠泽远扬。亦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归亮兮，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跟随贤明的君主嬉戏游览，登上了层层叠叠的高台，以此愉悦心情。从开阔的高台仰天望去，太府是何等的宽广，由此可以看到施行圣德所带来的丰功伟绩。修建的高大雄伟的殿门是多么的巍峨雄峻，两座宫阙仿佛是在天空之中浮现。耸立的华美宫观好像是在天的中央，连绵不绝的馆阁楼榭延绵到了西城。登临其上，源远流长的漳水水波浩荡，岸边的园囿之中百果丰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仰面感受合唱肃穆的春风，聆听群鸟悲鸣的叫声。天云像是坚固的城墙一样挺立，家族的意志得以实现，将仁德的风气播扬于天下，以肃穆的恭敬的心情入朝于京城。如果说只有偏居一隅的齐桓公和晋文公所治理的国家才算是盛世，那么如今这盛明之代又可以拿什么来类比呢？如此已经是很美善了，这样实在是很美好了。恩惠和德泽遍布远近，义护辅佐着皇室，使四方得以平定安宁。遵循着天道的规律行事，光辉同于日月，永远的尊贵没有尽头。
年寿和先人东皇一样久长。这就是史书记载的曹植下笔历程的一篇诗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植的确是文思泉涌，下笔成文，快如闪电，堪称是古代的 ChatGPT。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期我们再一起看一看另一位写诗速度超级快的大文豪苏东坡有着怎样的快速作诗的故事。还未订阅的朋友，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欢迎点击订阅世琴说，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便于接收接下来的视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见。